为了报复出轨的丈夫，她干了一件所有女人都不敢干的事，那就是把老公和小三剁成肉串，在自家院子里明目张胆的烧烤。就算周围布满警察，也影响不了她大快朵颐。这起吃人案件很快轰动全国，女人最终被判了终身监禁，而她在监狱里则更加变态，只因蚊子咬了她的脚底，她上来就对着狱友疯狂殴打，完事后又让对方用嘴帮她按摩，哪怕狱友再不情愿，也不敢说一个不字，因为女人那凶残的作案方式已经镇住了监狱里的全部囚犯，所以她自然而然就成了狱霸。但可惜的是，这种帝王般的生活并没持续多久，因为这天监狱里来了个比她更狠的角色。女孩刚满18岁，就已经虐杀了7个5岁的孩童，并且作案过程十分残忍，甚至在还原犯罪现场时还吓哭了好几个实习记者。本以为会在监狱里和狱霸有一场血雨腥风，可万万没想到，进来后的她竟然变成了乖乖女。面对狱霸和狱友的各种欺凌，她非但不生气，反而还十分奇怪的去讨好他们。有个老囚犯生活不能自理，他就天天帮人家擦洗身体；有个抢劫犯患上了肾衰竭，他毫不犹豫就献出了自己的一颗肾。而他对待狱霸则更加体贴，每天都会准时给他送饭，还亲自喂给他吃，活脱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丫鬟。但没人知道，这温柔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大阴谋。女孩做的每件事都是有目的的，而终极目的就是为了报仇。原来她进监狱是被人陷害的，那7个孩子根本就不是她杀的，而是她老师干的。在女孩17岁生日那天，意外怀上渣男同学的孩子，走投无路下，只能求助自己信任的英语老师。原本只是在她这暂住一段时间，可谁知期间却发现了老师变态的一面。他每个月都会绑架一个5岁左右的孩童，然后带到家里的地下室里，先对其进行一番惨无人道的虐待，接着就联系孩子的家长，等勒索到大量赎金之后，他便会当场撕票。仅仅半年时间，他就已经用同样的方式残忍杀害了6个孩子，还从中赚取了数十亿韩元。而警方对此却没有任何办法，直到老师绑架第7个孩子时，才不小心露出了犄角。眼看警方马上就要查到自己，他赶紧用女孩刚生下来的孩子作为要挟，让女孩帮他承担所有罪责。没办法，为了女儿的安全，女孩只能来到警局自首。但在还原犯罪现场时，她虽然按照老师的手法绑住了玩偶，可她却不知道老师行凶时用的哪一款枕头。直到她把目光求助到警察身上，这才从对方表带上得知了枕头的颜色。是的，警察一开始就知道女孩不是真凶，但迫于舆论的压力，他最终选择了默许。毕竟有人自首，总好过没有凶手。就这样，女孩被判了20年。而她进监狱的第一天就开始计划着复仇。她知道自己一个弱女子是斗不过老师的，所以就想着在监狱里找一些帮手。为此，监狱里的脏活累活她全包了，只为能给所有人留下一个好印象。甚至为了拉拢人心，她每天都往狱霸的饭菜里注射漂白剂，因为她知道这里的囚犯都痛恨狱霸，所以只要弄死了他，再加上平时树立的好人设，那么自己就可以轻而易举的上位。果不其然，3年时间过去，狱霸被漂白剂毒成了傻子。最后，女孩当着他的面下药，他仍然认为女孩是世上最善良的人。狱霸死后，女孩成了监狱里的新老大，但她依旧保持着好态度，所有囚犯都非常喜欢她，称呼她为亲切的金子，而金子也因此成为了模范囚犯，直接被减了整整8年刑。直到出狱这天，她才终于卸下了自己的伪装。두부처럼 하얗게 살라고 다시는 죄짓지 말란 뜻으로 먹는 겁니다. 너나 잘하세요. 就这样，金子开始了他的复仇计划，而在狱中积攒的人脉很快就派上了用场。首先是这个肾衰竭的抢劫犯，她丈夫是个顶级的数控专家，只要有一张图纸，飞机大炮都能给你造出来。但金子需要的只是一把手枪，而她也早就备好了图纸，是之前不能自理的老太太送给她的。原来老太太年轻时是一名间谍，为了感谢金子无微不至的照顾，她送给金子一本经书，而书里则藏着造枪的秘籍。因为她知道金子想要复仇，这是她唯一能给到金子的帮助。但这把手枪跟别的枪有所不同，因为它的射程只有20公分，也就是说必须得怼到敌人脸上才有伤害。不过金子却丝毫不慌，她根本就不担心碰不到老师的问题，因为老师身边早就被她安插了卧底，是之前被狱霸欺负过最惨的一个女人。后来金子亲手除掉了狱霸，她就成了金子最忠实的粉丝。当得知金子想要报复老师之后，她出狱后直接做了老师的妻子，只为能随时帮助自己的偶像。而现在机会终于来了，她也迫切的想要离开变态丈夫，但金子却表示先等一等，因为她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做，那就是寻找自己的女儿，因为她害怕万一计划失败，就再也没机会跟女儿见面了。为此，她半夜偷偷前进领养中心，在里面找到了女儿的信息。她很小的时候就被欧洲的一对夫妇收养，于是金子找了个蛋糕店工作，攒够钱之后很快见到了女儿。本来只打算在这里陪她几天，弥补一下自己的愧疚，谁知女儿却和她一样倔强，在愉快的相处了几天后，说什么也要跟着金子回国，甚至还以死相逼。没办法，养父母只好同意。于是金子一边照顾女儿，一边继续她的复仇。可没想到的是，她的计划还没有展开，别人对她的报复已经开始了。是当初迎接金子出狱的男人，他十分喜欢金子，前不久还向她表过白，可金子却当场拒绝了他。于是他就对金子怀恨在心。当看见金子和老师妻子在一起时，瞬间就明白了他的计划，于是拍了张照片送给老师。而老师得知这一切后很是气愤，当晚就找了2个杀手，准备在金子回家的路上干掉他。金子很清楚自己的实力，索性也没有还手，在挨了一顿拳打脚踢后，直接假装晕倒，目的就是让杀手放松警惕。而等他看向同伙那边的时候，金子突然从身后掏出了手枪。
同伙被这一幕吓坏了，拖着金子的女儿就往后退。而在这紧要关头，金子依旧保持着冷静，他没有忘记手枪的射程，直到彻底追上同伙，他才选择扣动扳机，一枪打掉了对方的手臂。与此同时，老师也晕倒在了餐桌上，是他妻子干的。原来，老师准备弄死金子的同时，也打算干掉身边的卧底，但他还是慢了一步，因为女人早就在晚饭里面下了安眠药，所以老师还没来得及下死手，他自己就提前没有了意识。等老师再次醒来，金子已经把他绑在了一所废弃学校里，并且用枪瞄准了他的狗头。可就在扣动扳机的前一秒，老师兜里的手机突然响了。金子将电话挂掉之后，却被手机上的挂件所吸引。原来，老师每杀掉一个孩子，都会留下他们身上的一样东西作为纪念。看着这么变态的老师，金子瞬间愤怒不已，但他并没有立马将其处决，因为他现在不只想为自己报仇，也想为死去的孩子们讨一个公道。于是他先用枪打烂了老师的双脚，确保他没有能力逃跑之后，金子再次来到老师家里，翻找出了他行凶的证据，是7条在凶杀现场录制的视频。然后金子又找到当初抓他的警察，当着他面播放了视频录像。而警察看到整个虐杀过程后，除了气愤就只剩下愧疚。于是他按照金子的要求，帮忙联系了7个孩子的家长。虽然这个行为有违法律，但这是他唯一能弥补的方式。很快，家长们就聚集到了废弃学校，金子把所有视频全部放给了他们，听着自己宝贝的求救声，还有临死前痛苦挣扎的样子，所有家长全都悲痛欲绝，甚至有人被气得当场晕倒。而等家长们冷静下来后，金子给了他们2个选择：一是把老师交给警察，关他个终身监禁；二是由他们自己解决，亲手为孩子们报仇。可想而知，所有家长全都选择了后者。但要用什么方式处置老师却成了问题。首先肯定是不能过于简单，毕竟那样就太便宜他了。而就在家长们讨论的过程中，隔壁房间的老师被吓得浑身颤抖，因为金子特意在这屋里放了个音响，家长们那些不当人的计划全被他听到了。可他能做的就只有乖乖等死。最后经过长达1小时的讨论，他们终于有了个十全十美的主意，那就是每个家庭派出1个人，然后挑一样自己喜欢的武器，排着队挨个进去报复老师。而大多数家长都选择了刀子，但有个大叔却拿了根棍子。很快就到了行动时间，而在进房间之前，警察还给家长们上了一课，教他们怎样握刀，以及捅什么部位最疼，但又不会让对方死去的方法。第一个女人听完之后，直接把刀扎在了老师的下半身，而还没等老师缓过劲儿，他又在痛苦中挨了4刀。接下来轮到了斧子大叔，一想到能为儿子报仇，他就十分激动。要不是旁边有人拦着，要不是后面还有别的家长，他非得用斧子将老师劈成2半。最后进去的是一个年迈的贵妇，她连雨衣都没穿，因为她的武器最特别，是一把小小的儿童剪刀，根本就不会溅一身血，但却能造成最致命的一击。老师死后，众人将他的血液收集起来，然后又站在一起拍了张合照，不是为了留念，而是为了守住这个共同的秘密。他们在大树底下随便挖了个坑，把老师的尸体放进去后，金子又朝他脸上开了好几枪，然后将手枪和老师埋在了一起。现在大仇终于得报，他也终于露出笑容，但又很快眼含热泪。影片最后，金子用老师的血做了个蛋糕，用来祭奠那些死去的孩子们。众人围在一起唱了首生日歌，然后便分食了这块黑色蛋糕。而这就意味着，他们虽然报了仇，但同时也脏了自己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个世上又有几个人是真正干净的呢？